嗨，大家好。今天出来有点晚啊，已经是下午的时候了。因为今天在家里忙活了一个上午。因为呢，这个单车的轮胎漏气了。检查了一下呢，发现是扎了一个钉子很长的一个钉子。所以我想呢，把气也没用。问了一下朋友说有可能在一些商店里面可能会有这种补胎的工具买。今天上午呢去找了几家店包括去了一元店，还有一些超市都没有。最后呢，还在朋友的指点下，在沃尔玛里面呢找到了一个补胎的小工具，里面呢有那个撬胎棒，有胶水，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呢，刚刚在家里试着补了一下，可能我有点心急了，就没有等几分钟我就骑到了外面。刚刚在家里呢，因为那个气筒比较小，可能没有打住气，不知道是还在漏气还是怎么回事我就想到前面那个加油站有免费打气地方呢，再去打一打，骑一阵，看看还漏不漏气如果再漏呢，那就再补实在不行呢，就只能找补胎的专业户去补了。以前在国内开车，我的车经常扎钉子，也补过很多次，甚至有人说呢是有意的，有人在扔了一地的钉子，恶作剧甚至是那些修车店有意干的，但我不是很相信我觉得人没那么坏吧，应该是国内建筑工地比较多，所以呢，建筑垃圾就混有一些这种尖锐的钉子之类的金属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但是我没想到在加拿大骑单车，这个单车轮胎那么窄，居然也会正正好好扎了一个钉子，这个钉子还挺长的，这个也让我有点无语所以呢，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加油站，这个可以充气的地方首先我要检查一下我刚刚在家里打的一点气还在不在好像还在。好了，我充了一下气现在好像舒服多了。但我其实没有敢打得太足我怕我刚才的那个胶布粘得不牢，会不会一下子又分开管不了那么多我就在这条空水上面呢试骑一下，看看骑一段路会不会有漏气。真的到温哥华这边来特别感谢我这个朋友借了他的一台放在家里不用的单车给我使用，让我呢在这边不但解决了一个出行的问题，而且还骑着它到处闲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段非常开心的旅程。如果可以的话呢，我还是希望能够再骑行一段就是这边的天气变幻莫测，前几天出太阳，这几天呢就是下雨的天气
但是呢，它又不见得是一天到晚都在下，下一阵自然一会儿又出太阳，但一会儿呢又可能天阴了，又下一阵小雨。昨天我自己是第一次开着车跑了一趟相对的长途，开车开到了大概60-70公里以外的地方，领略了一下大温地区以外的应该属于是乡村地带的这些地方吧。但是我看到当地人精神面貌很好，他们看上去更满足于他们的生活，所以呢，真的一个地方啊养一方人，他们找到自己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相信也不大愿意随随便便的改变。你叫他住到大温地区中心的地方，比方说温哥华一些正在发展的区域的话呢，他们未必会感到舒服。但是我们中国同胞呢，就没有办法脱离这种城市氛围的环境啊，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几乎都没有看到我们中国人的面孔，也有啊，很少，好像有个别开店的人我看到有。昨天我去的那个地方呢叫阿布斯福德，这个地方呢其实离美国边境非常近了，几乎就贴着美国的边境，而且有一个阿布斯福德国际机场紧贴着边境。我还专门开车去到那边兜了一圈，这机场就像一个公交站。但是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领略这样的乡村非机场了。之前呢，也在西雅图那边有一个小城市叫白令汉，曾经呢在那边坐过一次飞机，就坐到那个小城市，再从那个城市开车回到温哥华。就那个飞机场跟昨天我去到的阿布斯福的那个飞机场非常的像，这整一个公交站。我也有拍视频但是呢是放在我车前玻璃的一个摄像机拍的。如果大家朋友有兴趣看看加拿大的乡村道路可以关注一下我那个视频，还是蛮有趣的一段经历而且呢一天之中从阴到晴，从下雨到出太阳，就一直是变幻莫测天气呢也是真的是非常变化多端。所以在这边呢，我在想人会不会因为这种天气的原因也会有所变化就在那种比较阴暗的天气人会不会变得比较阴郁？但是呢，到了阳光灿烂的季节，大家心情就会比较开朗。
前方呢就是麦球烫了。我今天早上已经来过一回啊，就是为了买修补车胎的东西。而且今天早上我特意搭了2段的 bus， 就是来回都是搭的 bus 去和回的，也体验了一下就这边的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习惯坐公车的这种体验我觉得还挺好的。基本上是门到门，不需要走太多路如果我要走到 SkyTrain 的车站的话呢，恐怕还得要走个10几分钟，而且还有下坡上坡，所以我觉得搭公共汽车也挺不错的。唯一感到稍稍不便的呢，就是加拿大买东西这真的没有中国那么的方便。就像这些补胎的小玩意那在中国你一般找个小五金店或者是稍微大点的这种超市大概都能买到，甚至呢根本不用出门，你只要这个在网上买一个，这个1天2天也就送到了，所以基本上没有那么麻烦。因为今天去到有些店早上要11点钟才开门，因为今天可能是周末礼拜天的原因就大家都要多休息。所以呢我傻了吧唧的从早上9点多钟就去到了麦车烫，根本人家还没开门。结果还好这麦车烫里面呢其实也是有这些开门的店在那边逛逛闲坐上个网，就时间也就打发过去了。我已经骑过了麦球烫，让我骑行的感觉呢还不错看来轮胎还是应该有气的。
上面呢就是 SkyTrain 的铁轨啊。骑到这呢，已经骑出本纳比了。过了眼前这条叫 Boundary 的街道呢，对面就是 Vancouver， 就是另外一个 city 了。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温哥华这座城市了啊。虽然呢都属于大温地区，但实际上呢还是有区分的。我住的那头呢叫本纳比，这边呢就是温哥华了啊。这边呢是我和我的家人啊曾经短期生活过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就是有一种就地重游的感觉。虽然这里呢说不上是一个什么高级或者高尚的区域啊，但是呢它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就是这种生活的环境。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生活啊，也没有什么高不高级高不高尚之分。左前方呢有个 Safeway， 有个超市啊，这是以前经常来利用的地方。这是一个朋友的餐馆啊，应该还开着，看今天有没有开门。明显的这些价格都已经改了。你看啊，以前我们在这边和朋友吃饭，6盒菜啊，应该不到100块钱，现在就140多。这是一位老广，我的一位广东朋友啊，从江门地区吧，台山地区移民到这边来的新华侨。因此从他们身上呢可以看到啊，即便是你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只要勤劳，只要有中国人的一些基本的智慧啊，你也是可以在这边生存。你只要熬过前面10年，你也是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了。这边呢我忘了是哪一家了，还有我们的家庭医生曾经在这边也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所以还是有一些怀念。但愿这位吴医生啊，现在还在工作，还在体现他的价值。
应该就这里了。应该这位吴医生还在啊，你看他的名字还在玻璃窗上面。一位非常优雅的香港人，早期的移民啊。这边变化不大啊，稍微也拆掉了一点。现在呢，我要右转进 Joyce Street。这条我们曾经走过很多次的街道。这个地方呢叫 Collingwood， 是一个社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幼儿园啊 ，Kindergarten， 也是这边的一个社区。你看啊 ，Collingwood Neighborhood House， 就这个社区小中心。我家里有一位小孩呢，曾经在这边啊也读过一段时间的 Kindergarten。这边呢就有一家牙科诊所，现在还在，就叫 Joyce Station Dental。前方呢就是 Joyce Station。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这个车站下来过啊，但这边呢面貌大改，因为有好多的新的公寓楼啊拔地而起。以前边上的一些小店啊，包括一位朋友开的小店呢，都已经不见了，起了一些高楼了。这一家便利店嘛，算是倒还在啊。
Hello， 在这个曾经很熟悉的社区逛一逛啊，这是我们当年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啊，曾经暂住过的地方。这边呢有一位香港朋友啊，新移民，现在已经是老移民了，3个孩子啊，很不容易，含辛茹苦啊，把小孩培养大，但是小孩应该都很有出息啊，接受了很好的教育。那现在呢，想必啊应该有了第3代了吧。移民呢就是持之以恒，只要时间够了，就一定呢是能够得到更多的成就啊。我们来观望一下啊，这是我的小孩曾经当年在这边滑滑梯的地方，可能他已经不记得了吧。所以今天的分享呢，主要是跟家里人做一些小小的分享，也是给自己家里人呢可以回味一下啊，看看他们当年也曾经在这边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相信他们也能回忆出一些场景啊，当年的生活的场景。虽然呢是一段艰苦的时光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啊。这边呢有一只狗狗在这边去世了，所以他们的家人呢在这边献上一些花作为一个纪念啊。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 park， 叫 Price Park。 这个 park 呢就是非常普通的，在这边呢每过一段路啊都会有这样一个公共的绿地，都会有一些小朋友荡秋千或者是滑扶梯的地方，所以不管你在哪里生活，小朋友的童年的印象啊应该都差不了太多。好，我准备继续骑行，顺着这条 boundary， 就在这条落满枫叶的小路上面骑的。
正好这边有过街的灯亮着，我就从这边骑回去。这边呢又回到了伯纳比了。你看，来到了伯纳比这边呢，明显感觉那一街啊就要宽阔一些，房子呢也要宽大一些，感觉这边的居住环境更好一些。这边呢又是一个小的社区公园啊，这个公园看上去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原来这边穿出来呢，对面就是中央公园了啊。现在回到了这里。你看右侧的这些大楼啊，应该都是新建的。原本的就跟左侧马路对面啊，那种3层楼的集体住宅，叫集合住宅吧，拆掉以后你就变成这些高楼了。而这个左侧一片地方呢还在建啊，相信肯定也是一片高楼。就这边呢都在更新换代。
我今天是特地走到拼水边上的一些小路上，因为这些小路呢，以前那种低矮的房子都拆掉了，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高楼、新楼。这边呢，更有一些社区的感觉。
现在呢，我已经又转回到新思维这条大路上了。今天其实就想试一下我补的单车牢不牢靠，结果呢，直到现在应该还算正常。然后也要放过一个晚上明天再看看有没有漏气。如果没有漏气呢，就说明彻底就补好了。我今天在沃尔玛买的一个补胎的 set， 是一个套装吧。我感觉这个皮真的都不是很黏就是看上去质量不是特别好。但管它那么多呢，只要能补了不漏气就好了。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段试骑行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骑行再见，拜拜。